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一直知道中共虽然号称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外说他们是一个和平哦，爱好自由，但我们知道当然不会是如此，他们还是透过各种手段。来对于各国来进行渗透，从国共时期内战的部分，一直到我们看到近期许多的一些选举内部的这些渗透，他们总还是认为说从内部还是一个最廉价的方法。让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岛内的人民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些所谓的撕裂，还是一个最省事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最近看到有许多的一些共谍渗透的一些案件，那甚至有一些起诉，不管是已经退役的或现役的都有。那中共一直希望台湾赶快回到他的祖国怀抱，但过去在历史上回到怀抱的，最后选择中共投奔的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下场？我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好好来了解。那我们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张天亮老师他也是我们天亮10分的主持人。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张天亮老师。张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最近中共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军方情治人员，有的是在现任的，有的是退休之后，他们可能就是不断的去渗透、去改变，希望从中去得到我们的不管是资讯，但另外一方面当然就透过内部的这些统战的一些手法，可以让内部的人产生一个刚刚提到的一些矛盾的对抗老师自己怎么看待台湾政内部产生的这些问题，或者中共对各国甚至对台湾的这些渗透的一些做法？其实中共的渗透不光是对台湾，对全世界都非常厉害因为我在美国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像我们看到那个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达恩·费因斯坦，他的司机后来被发现就是中共的特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众议院选举之后，共和党拿到了众议院的多数。那么这个凯文·麦卡锡议长呢，他就把一个叫做 Swalwell 的一个议员踢出了这个情报委员会，一个非常就是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中共的一个叫芳芳的间谍就不正当的这种就是男女关系，所以就是他觉得如果要是让这样的人坐在国会里边的话，等于是美国最高的情报都可以被中共轻易获得。实际上就是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渗透，我们现在只是拿到了这2个案例，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他们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台湾的话，我觉得肯定也是这样。从历史上来讲，中共对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渗透，在这个就是抗战期间，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就是被共产党控制。像当时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书记顾顺章在等于是被国民党给抓住之后的话，他就交代了周恩来的下落呀，聂荣臻呢就准备当时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结果呢，当时这个中统的这个就有一个特务叫钱壮飞，他呢就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个消息，所以就很快通知周恩来。等到抓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就跑掉了。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可能看得也非常的清楚。当时胡宗南曾经2次入侵延安，就是想要把毛泽东一下子抓住，结果呢，他的秘书熊向晖就是中共的特务，所以说这个胡宗南当时的计划很快就被毛泽东知道。当时胡宗南攻入延安窑洞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这个桌子上给他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来了，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然后像这个就是国民党的作战次长刘飞中将，他是白崇禧的人，他其实也是中共的特务。所以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几次故意把国民党的军队指挥到共产党的包围圈里去。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从过去中共的他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就是他对于这个渗透统战这种分化瓦解、挑动族群对立，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有经验。那么这种经验的话，他一定会运用在台湾这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人，特别是在马英九当政期间，很多台湾的退休的将领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可能是抱着一种就是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一种情节看看大陆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嘛，因为共产党是很善于作秀的，就像是你到北韩一样，你只能参观他允许你参观的地方，所以他们看到到处莺歌燕舞，然后对他们的这个招待又非常的好，对他们又特别的尊重，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们何必还坚持三民主义统一？我们大家在一起过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特别尤其值得，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这一方要重视。
是，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刚刚前面也提到过，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好看到这个蒋中正那时候接受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民国60年左右吧，接受这个访问，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要注意一下，中共在国际上就展开这个笑脸跟所谓的和平的这些攻势，他就还是提醒大家说，你千万不要这个被他所骗哦。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待国民党现在的样子，大家刚刚会感受非常的这个觉得百感交集。我必须说每次很多人看到我们又在骂国民党了，然后现在执政的不是民进党，你们是谁的节目？很怪。其实我们还是谈到在历史，国共历史，那毕竟还是一个我们讲中国的一些近代史，那是一个事实。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发生的事实，其实我们只是想提醒大家说，像老师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过往的经验里面，这种所谓国共内战过程当中，有许多国民党败北的原因，就是因为被渗透了。可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同样的这些事情，感觉就一再的发生。是，其实包括民进党，我相信中共肯定也是努力的去渗透啊。我记得好像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蔡英文身边也有一个人把他的行踪透露给中共。而且我相信，就是共产党其实渗透它是不分党派的。过去渗透国民党比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执政嘛，他手里有权力，所以中共在控制国民党。那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在国民党之外的，像新党啊，一些其他别的小的党派，也是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包括统一促进党是吧？有这样的党派在台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对台湾，因为他在靠完全武力去入侵台湾的话，没有任何的胜算。不光是说台海130公里的这个海峡的宽度，它的没有中共的它的很多的军舰，虽然感觉好像比较先进，但是其实现在由于中共的这个军队的硬件方面发展太快，软件和人员跟不上，就是反而是很多的军舰买来之后完全是没有训练的，就是买来一艘航母，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航母应该如何操作，应该和不同其他兵种之间的配合。所以你会看到，就中共的那些军舰的舰长，就是都是完全没有在航母上指挥的这种经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是渡海作战的话，对于中共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同时，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能将来我觉得一定会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在这个实际上的沙盘推演过程中，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个这个智库叫 CSIS 搞这个兵棋推演。我忘记了是12次还是22次，其实反正总而言之，中共最后都会打败，因为在军事实力上它是没有办法和不光是台湾，是和整个民主社会的较量。这一次其实俄乌战争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不是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是整个民主国家他们在背后支持乌克兰，给他提供情报，给他提供武器。所以就是说这一次俄乌战争，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也明白，就是如果你要是想靠这种纯武力去进攻的话，没有任何的机会，而且同时会由于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受到制裁，使中国的经济会面临很大的困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共可能就更加依赖于统战和这种渗透。这的确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报道也提到说，中共他会认为说，可能渗透的代价还是比武统的代价要少很多。那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其实台湾感受也很深啊。每次在选举的部分，他们大概就会透过一些台商，但必须说不是台商都是所谓的就是都是中共的同路人。这样讲，我觉得太过偏颇，但不讳言，中共的确有非常多的手段，透过在台商的部分，不管是给他一些直接的一些诱因或者是给他抓到他一些把柄的部分，给他一些压力，希望他透过他的方式政治现金或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支持特定的政党或者是候选人。这部分来讲其实还蛮多，对，他有很多办法。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大概有100万，所以就是他们等于是如果你要在大陆做生意设厂的话，中共可以轻易的给你找一个什么理由就把你的厂关掉，所以对他们来说等于是身家性命是压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的政策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就是抵抗或者是不满。投票的时候的话，他们可以看到每次投票的时候，大量的台商从中国大陆飞回到台湾去投票，很有可能就是支持蓝营的或者是支持亲共的这一派。那同时呢，就是其实台商在中国大陆呢，中共也很容易就把你当成像比如说特务，给你随便安一个名目就把你抓起来。前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当时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时候，中共就在中国国内就找了2个加拿大人就抓起来。就是如果关系糟糕的话，对台商来说就是首先就是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他们肯定也不希望两岸的关系太紧张。那这种情况，中共就讲，那就你们这样做和平使者，做友好的使者回去替他们搞这种渗透。
而且100万台商在台湾肯定有他们的同学，在军界、在政界的，然后的话，他们可以中共出钱请你吃饭呐，请你到大陆去观光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拉拢这些人。所以，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信息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哪怕是一个台湾街头卖盐酥鸡的这么一个人，他当时就是到南京去参加一个美食节。然后他就被中共就看中之后就把他发展成为特务，然后靠着他，因为他和军方之间可能有些他的同学呀，就出去请吃饭呐，花钱去收买呀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以中共其实他的这种情报渗透是全方位的、全国家式的，它不是只渗透高层。那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刚才提到那个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那个 Swalwell， 他其实并不是现在才跟中国的那个间谍方睡觉。实际上是在10几年之前，中共就看中了这个人将来可能在政治上会有前途。他在他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培养他，最后慢慢等到培养到40岁的时候，他进国会了，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中共非常有力的棋子。是这个其实不只是台湾，台湾其实感受更强烈啦。每次老实说，我们过往的题目一直在谈什么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打台湾，我都说不要再谈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是习近平一定会打台湾，只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让他不敢打台湾，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像这种渗透的部分，显然不是说因为谁执政他的渗透就会如何，不会，就他本身本质上，这个我觉得老师最清楚，也就是说许多人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他还是可能会甚至觉得说，今天尤其是我觉得年轻的，他只会觉得说，以前好像共产党没那么坏啊，所以他第一个是想法是说，可能习近平才变这样子。如果习近平不在任内，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老师，您应该也常常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呢？其实不是习近平的问题，是整个共产党。其实共产党打台湾并不是因为领土问题，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他同意了外蒙古的独立，一下子150万平方公里就没有了。后来1991年的时候，江泽民和这个当时俄罗斯签订这个勘分边界的条约，所有的那些清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走的150万平方公里，也全部都给俄罗斯。还有以前就是完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就是被俄罗斯强占的，像这个江东64屯啊，像海参崴啊，像这个就是伯利啊，像这些地方的话，也全都划给俄罗斯。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如果你要看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出卖的领土，远远不止几十个台湾那么大。为什么对台湾如此之在意？是因为中共觉得台湾和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文化，而台湾人搞民主搞得很好。中共经常讲，就是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素质太低。所以其实有一个台湾在那儿的话，就对比出了中共的这种。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有一个台湾的时候，就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说我们美国在搞民主，中共可能会说我们跟美国的文化不一样啊，他们的这个历史很短啊，我们中国这种文化不适合民主啊。但是台湾在那儿的话，就告诉你他们不但适合民主，而且搞得非常好。所以中共其实我觉得前一段时间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通过香港国安法这个事情，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的震惊。既然说是50年不变，为什么不能够让香港自己去管理自己，对吧？为什么不能够让香港人就是说自己选举自己的这个特首？是因为如果让香港人自己选举自己特首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因为中国大陆人就是香港自由行嘛，就是每年比如说可能上百万人到香港一看，哇，他们能搞，我们也可以啊。其实中共最害怕的实际上是人心中对这样的东西有向往，所以到台湾也是一样。所以中共不是要台湾的领土，中共仇恨的是台湾的这种制度，自由民主的制度。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珍惜，真的是来之不易的这种制度。至于说习近平要不要打台湾，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很难真的动用武力去打台湾。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真动用武力打台湾的话，他必须得把他一部分的军事指挥权要交给一些将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也不知道那些将领在拿到军权之后会不会反戈一击。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古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是北方是五胡乱华，然后南方是东晋，就是当时中国的北方被五胡占据的时候，当时东晋的皇帝对于这种北伐恢复中原这种想法的话，他的态度就是绝不支持。我们知道像什么祖逖的闻鸡起舞啊，像什么桓温的北伐，像刘裕的北伐，这个中央政府永远都不支持。为什么？他觉得如果你要是北伐成功的话，你真的把故土收复的话，你的民望实力都很大，那么你就有可能篡位当皇帝。所以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他把军权交出去，交给某一个将领的话，那个将领如果不听指挥怎么办？如果他突然之间要
反戈一击怎么办？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89年的时候，邓小平在天安门屠杀学生，坦克开过去，其实1万共军是绝对可以解决问题的，就绝对可以把他们都镇压下去的。可是邓小平派了30万人，为什么派30万人？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我把枪给了1万人的话，万一他们突然之间造反怎么办？就是明明1万就够了，他一定要派30万。这样的话呢，互相之间军队有一个制约，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少数，我只有1万人，那另外那29支部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我要反叛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是把我就给灭掉了。所以他是靠这样的一种互相制约、互相吓唬这种，才把当时天安门的那个学生镇压掉。而如果要打台湾的话，动用的就不只是这些人数。而且中共的军队非常的腐败，就我相信腐败的军队他是很难打赢一场战争的。那大家就很好奇，其实以中共过去应该说国共内战过程当中，不是没有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利用一些谋略，然后最后这个让这个国民党的部分整个将领也好，或者是相关重要的一个角色来做一些转向投诚等等，大家都很好奇说这个到底他用了哪些的手法？那更特别是这些被招降的人，这些纳叛的人，真的都有他的发展到底如何呢？我觉得也让大家可能了解一下，真的就会如大家所说的，只要维持现状，只要跟中共好来对谈，然后就没事，台湾就可以这个歌舞升平，然后就可以继续安定繁荣下去，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就是两岸关系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转折点，就是台湾的大选，就1996年的那次大选。我们知道那次台海危机好像是非常严重，中共发了好多的导弹。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个时候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海两岸的关系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就如果对方也是一个独裁的政党的话，我只要把最高的领导人搞定了，他想怎么做就底下就执行就完了。那到了大选开始之后呢，实际上台湾的前途已经是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的了。但这种民主、自由民主的这种理念在台湾慢慢变成一个现实的时候，很多过去我觉得就是国民党的一些将领，他们还是不习惯，还是不接受。他们在这个大选中，比如说国民党失利了，然后呢，感觉好像也很难再翻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在政治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就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一个群体。而这个时候，如果中共对他们及时伸出那种所谓的温暖的手，然后笑脸相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他们就觉得可能我在台湾没有作为了，但是我到大陆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特别是大陆对他们的那种招待那种尊重，其实可能很多时候还有一些很见不得人的那些私底下的勾当，他们也有可能是一些把柄是捏在中共手里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举手投降了。对。那我当然也请教老师，我好奇，这当然是我们谈到国共或台湾，其实因为您长期也在美国，刚刚也举了美国例子，我当然好奇，美国现在到底对于中共的这些很明显的看到有些渗透，到底还有惊觉吗？因为过去我们在台湾总会觉得说，美国看起来好像老神在，觉得好像没有关系，真的吗？还是美国现在对这些事中共的渗透开始有警觉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我记得很多的观众甚至还会跟我们说，他很想帮我们翻成英文，因为他觉得他要给美国的朋友了解中共的本质。但美国现在真的有了解中共的本质吗？美国现在我觉得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就是在2020年，其实因为川普上台之后，他一直是觉得中共在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觉得就是中共在对美国，比如说搞一些不公平的贸易、政府补贴呀，就这些事情。所以川普在上台之后，一直是在搞这些就是贸易战。那么一直到2020年，当时武汉病毒已经爆发，川普已经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仍然是想跟中共签订那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所以他就把病毒这个事情就压下去了。结果后来呢，发现共产党在骗他，因为习近平当时跟川普讲，他说这个病毒到了春天的时候，天气一热就过去了。跟川普讲不要再就是 to worry about it， 就是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结果后来事情完全不是像习近平说的那样，川普就觉得他受骗了。所以川普其实真正对中共开始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是在2020年大概4、5月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始讲我跟习近平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什么什么讲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是在2020年的7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1号左右。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那儿有一个讲话，他就讲就是美国过去40年以来对中共的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那个时候呢，他后来就是搞了4次演讲，其中有一次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Wray 说，联邦调查局大概是每10个小时就会 open 一个新的 case， 就是开始调查一个新的就是中共间谍的活动。现在就是在 FBI 大概有2000个中共间谍案、渗透案。非常的多，是。而且就是说，中共当时为了就是想在这个制造业方面超过美国，他搞了一个叫做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当时是在中国大陆叫做中国制造2025，就是希望比如说在新能源，在这个就是核聚变、人工智能，就是这个大数据这些方面的话，都要全面的超过美国，包括5G 通信等等。结果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千人计划后来就被美国盯上了，因为千人计划在中共那样的一个专制体制之下，它是不鼓励人创新的，所以它呢主要的靠就是盗窃知识产权。结果呢，就是中共当时就想在国际上网络一批这种非常有成就的学者，然后为中共服务。其中有一个叫张守胜的人，就是当时在孟晚舟被抓的时候，张守胜就自杀了。我不知道跟这事有没有直接关系，他就是千人计划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员。还有一个是哈佛大学这个化学系的教授、系主任，他也是被中共抓到了，因为就是他这个跟中共合作。现在他已经被美国起诉和定罪，就是因为他跟中共之间的这种合作，就是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所以我觉得，在2020年之后，就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整个认识的话，是两党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所以现在共和党就是前一段时间凯文·麦卡锡刚刚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后，马上成立了一个针对中共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是要调查，要这个针对就是制定一些应对的措施。实际上，拜登在当了总统之后呢，其实民主党对于共产党也是非常的这个警觉，因为他一方面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不光是自由民主，还有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共这种列宁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这个民主党其实一直很关心人权等等，就这些方面的东西都是造成民主党其实对中共现在也非常的严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川普在2020年制定的所有对于中共的那些限制的政策，拜登是一个都没有放松，包括关税没有一个放松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几乎是反共成为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最大公约数。他们在很多其他国内事务上的话，他们都是针锋相对，几乎你说什么我都反对，他说什么这边都反对。但是在反对共产党这方面的话，民主党和共和党高度一致。所以是不是可以讲说，未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其实不管哪个党当选，大概那个路线就是这么走？对，这个路线我觉得已经不可改变了。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共产党经常会散布一种谣言，说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由于中共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的老二了，说这样的这个美国呢就担心中共成为老大，所以一定要打压中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美国和中共之间的一个较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想重塑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二战以后国际秩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国际经济的繁荣，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国际的分工和协作，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在哪儿生产最便宜就放在哪儿生产，降低成本，然后呢靠国际上的这种贸易。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求国际上一定是和平的，才能够保证说这种贸易能够进行下去。只要有战争，比如说我们可以难以想象，就如果中国和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国际的产业链一下就中断。这个可能比2020年当时爆发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中断的还要厉害。那如果美国不能够维持这种国际的和平的话，美国的经济也就完蛋了，因为它的产业它也不能够自给自足，它也靠这种国际贸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搞一些有岸外包，就是说我只和我友好的国家之间做生意，就是 outsource 的时候的话，我只找一些友好的国家。再一个就是美国它要尽力的去维持这个和平，因为如果像比如俄乌战争的时候，如果俄罗斯真的就占领了乌克兰，那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去吞并波兰，去吞并匈牙利或者是罗马尼亚这些前东欧的国家。对于美国主导的二战秩序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坏或者是颠覆。而共产党的话，什么习近平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它实际上就是在美国的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之下，要再建一套国际秩序，而且是以中共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为主导，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不管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其实你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叫做重返印太，他当时还叫亚太，后来等到川普上台的叫做印太，叫做印太。为什么要重返亚太？是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海造岛，威胁到很多东盟国家的一些安全，越南呐、菲律宾呐，就这些国家的安全。然后呢，当时奥巴马和习近平之间有一个谈话，奥巴马跟习近平说：“你可不可以不在那地方造岛？”习近平说：“好。”回去习近平就接着造岛。所以奥巴马发现共产党讲话是完全不可相信的，
他无论承诺什么他都不会相信。这一次这个香港国安法也是，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共产党说什么都不能相信，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国际上完全不可测的力量，而这个不可测的力量又变得越来越庞大，那对整个国际秩序当然是威胁。前段时间你看到习近平他把这个 COVID-19 这个清零政策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完全放开政策，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国际社会不会认为说，你习近平知道自己错了，改弦更张，你是知错就改。国际社会不是这样认为的，国际社会认为是，你今天想这样，你就可以啪翻过来；那明天你想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啪翻过去，因为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而你又完全不可测。也就是说，你是不按照任何规则行事的。在国内没有规则的人，你很难想象他在国际上他会遵守任何国际的规则。最开始美国在跟中共搞贸易、搞开放的时候的话，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国际规则限制中共，然后把中共逐步纳入到现行的国际秩序中，然后这个国际秩序再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国内，让他们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后来发现共产党完全不是这样，他在钻所有的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空子，所有钻国际贸易的空子。中共当年跟这个在多哈签订那个 WTO 那个协定入世协定的时候，当时承诺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兑现的。就是他当时无论承诺什么都不兑现，香港这个事情也不兑现，所以就是说你跟这样的一个不可测的政权打交道的话，那是国际秩序就有可能会非常的混乱。所以我觉得就不是美国希望这个台海开战，然后美国要卖军火，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说，那一点钱远远不足以抵消如果开战之后国际贸易中断对他造成的损失。其实中国的当时的经济崛起，其实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高端的产业，所有的就是我曾经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日本和韩国之间有关于芯片的这个争端，后来呢这个韩国就去制裁日本，结果日本呢就反制那个韩国，当时这个造成就是韩国当时三星的那个太子李在镕就紧急飞到日本，为什么？因为韩国做芯片的话，其中有几道工艺，就是好像是跟那个化学有关系的那种工艺的话，只有日本有。其他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如果日本不给你提供这种工艺的话，你的芯片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也好，或者是三星的它的一些什么电子工艺也好，其实在整个这一个芯片产业上，可能中间有几百个环节，很多最关键的工艺都掌握在不同的国家的手里。如果他们不能够合作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芯片产业。那么反过来讲，为什么美国在制裁中共的时候，在制裁中共这个芯片产业的时候，中共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拿得住其他别的国家的技术，就没有任何一项关键技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有那种，比如说日本那种独一无二的这种化学工业，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我的技术的话，你不让我造，你也造不出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制裁起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推进，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就是恰恰是因为中共手中不掌握任何关键技术，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它基本上来说就是抄袭。然后呢，在任何一方面的话，它都没有关键技术，可是它怎么能够赚钱呢？它靠的是低人权优势，就是奴工，然后呢，就是大家超长的工作，比如说一天工作12小时，然后一个礼拜工作7天，给很低的工资，甚至很多一些 labor camp， 就是那种，就是强制劳动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靠低人权来，就是说，成为国际分工中的这个一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的这种低人权优势的话，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享受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202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个人大记者会上，他讲了一句话，说中国现在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啊。如果你要是除以6的话，大概是100多美元，一天大概赚5美元，就特别可怜。所以其实就是说，那些台商到中国去，看到那些中国的高楼大厦，那些基础设施建设，他不知道，如果一旦离开那个地方到农村去的话，那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穷的。就中国的发展不均衡，恰恰是因为那些人穷，所以中共可以靠这种低人权的优势，用很低的工资就强迫他们可以做很繁重的工作。所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其实第一不可持续，它没有创新；第二的话，我觉得对于那些中国的就是那些劳工来说的话，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比较好奇是说，美国有针对这些所谓的反渗透啦、认知战的相对的中共的这些所谓的目前可能境外的这些威胁来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反制吗？其实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挺大的事情，就是美国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的领事馆，突然之间宣布蓬佩奥说把这个关掉。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就是说，因为中共在美国那几个领事馆，休斯顿是一个特别大的领事馆，为什么突然之间关掉？这就是说这个里边有间谍。
所以其实实际上，所以美国还是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在和中共打交道的过程中，它这个从这个蓬佩奥那个时候开始，就基本上遵循一个对等的原则，就是如果你不让我美国的媒体到你中国那边去，那我这边是民主国家，我不能说你不来，因为这是自由民主国家嘛。但是你的那个媒体其实不是媒体，你们是 propaganda， 你们是宣传机器。所以你到美国注册的话，你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那么你在美国就是播出的时候的话，你需要做一个说明，说我不是媒体，我是中共的代理人，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所以而且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说像中共，其实他很多驻外记者都是特务，新华社驻外记者有很多都是特务。当年香港的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对香港渗透，就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嘛，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对香港渗透的一个特务组织。那这个美国的话就讲说，你们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记者人数不能够超过多少人，我可以到你中国去的，路透社记者、美联社记者或者什么什么记者不能超过多少人，纽约时报的记者，那么你到美国的记者的话也是这些人，不能多。所以他当时就很多记者的签证不给延，就是在美国的签证不给延。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一样，我觉得台湾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也有这样的对等原则，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就是特别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在台湾的媒体的资金，我觉得可能都来源不明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共在台湾的渗透的话，除了高层的渗透，我觉得民间的渗透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媒体方面的渗透，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心理战。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多有一些独立的媒体，能够把中国大陆的真相揭示出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中国大陆什么印象？他到那儿去玩，游山玩水，他可能只是吃玩的话，他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真正中国大陆那种人权的迫害啊，就是这种政府的官僚的腐败，就是民众的对这个政府之间这个对民众对政府的这种不满，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这个媒体应该着力去报道的。就是否则的话，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完全是中共希望呈现的那样的印象。这方面，我觉得像正经最前线，就是我觉得很多独立的媒体其实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是这个，当然我想我们继续努力啦。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我感受很深哦，就是我们谈到统战，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毛泽东过去他曾经他说他为什么革命可以成功，他说我有3个法宝，第一个谈的就是统战，再来就是武装斗争，再来是党的建设。他说过，我就是靠着这些做法来让我这个中国共产党壮大，然后让我可以来干一点大事业，所以中国最后就是在他这个手中给整个这个拿下。那从这部分来讲，统战一直就是他的策略。老师，我想也在请教了，因为我们总是台湾的观众朋友还是占比较多数，大家是会谈到说，那要给他什么建议针对这个中共，看起来他的党的本身的本质不会改变。另外一个部分，他对台湾的甚至世界上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就您长期观察评论，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台湾的朋友，甚至台湾的这些政府呢？我觉得其实台湾一定要知道，就是台湾它的这个安全和中国大陆的人对共产党的认知是分不开的。就是中国大陆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台湾喊打喊杀，是中共长期洗脑的结果。其实原来我对台湾的话，我也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你听不到任何其他别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你认为理所当然是如此。为什么如此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理所当然如此。那后来慢慢这边跟台湾的人接触，跟他们这个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的时候，知道他们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一个就我的这种转变过程，其实也应该是中国大陆人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说，台湾人除了要就是说提防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之外，其实台湾也要想办法把台湾的真相、自由民主这个真相要讲给中国大陆的人。同时的话，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那些邪恶的手法，我觉得台湾也要想办法讲给中国大陆的人。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未来的改变，它不是靠一种外部的力量，还是要靠内部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台湾一定要把就是说共产党的这种邪恶让台湾人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你知道这个佛罗里达州的那州长 DeSantis， 他是一个就是很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而且他做了很多事情，可能现在让左派也很恼火。他就要求佛州的学生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学共产主义的邪恶。我记得原来我在就是这个那是在大概有15年前了吧，差不多15年不到20年之前。我有一次到就是马里兰的一个高中去，就办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看到学生交的作业，美国的学生就是写这个作业。那其中的话呢，有一段作业是让他们写对1984
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的那本《1984》这本书的读后感。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实际上美国在孩子从小的时候的话，其实就已经在教育他共产党的邪恶，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教育这方面的话，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历史，历史上所做的那些坏事情，包括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在教育界、在媒体界，我觉得都是应该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的。现在我觉得这方面做得非常的不足。这可能未来也是要加强。台湾在内部当然就看到，因为选举的关系另外一派每次如果这样子增加了，就会说又在挑起这个对岸的这个仇视感。只要我们增加军备，又说你看，你就这个有点感觉我们隔壁是一个流氓，然后我们突然说我们家要不要多装一道锁，然后马上有人生气说，你看你这不是挑衅隔壁的人，万一他知道我们多装了一道锁，那不是就是会很生气说你是在防我吗？这是啊，就是在防你啊，但为什么我不行呢？我觉得台湾在内部一直都面临这个很尴尬内部的这种很矛盾的一个相互之间，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台湾内部也太大的一些内部撕裂，我们希望有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坏人在欺负我们，不谴责坏人。所以其实统战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首先当时其实共产党统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工具，就是意识形态。就是共产党当时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讲自由民主的国民党是独裁的，是腐败的。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在1930几年到1940几年，当时中共在延安的时候发表的那些就是抨击国民党独裁的话，简直就是在骂共产党，今天的共产党。但是当时就给很多人一个错觉，就是共产党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方面，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邪恶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在民间形成共识。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他被统战，也是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他可能是被共产党骗了，或者长期以来他就是留下这么一个印象，是共产党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小的时候抓起，社会各个阶层，我觉得都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很多人的话，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可能在统战这方面的话，他就不会受共产党的骗。统战其实就是欺骗嘛。是，老师，我想我最后就问你一个问题，这可能会是很多台湾的朋友，因为台湾老实说，我们尤其在我们这一代，从小当然被这个教育要反共啊，然后这个要对于这个所谓邪恶的共产党，要汉贼不两立啊等等。在我这个年纪啦，这个我服役的时候还要喊消灭万恶共匪这等等。后来当然就是整个两岸情势和缓，的确很多的用词都改善，没有不好。我们也希望两岸当然朝向和缓的部分，只是说这和缓到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触碰它的一些本质的部分，大家还是必须警醒。但我就说，我想台湾的朋友因为长期的分开，大家基本上并没有特别对于中共反而是我们认为是太轻忽了，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可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的部分是，常常许多的我们一些华人的反共的一些学者，大家很好奇那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一定会好奇，为什么有人从小在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氛围他会转变，但同样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不转变？老师你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过去被共产党骗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被共产党真正的我们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到。所以你会看到，就这一次共产党搞封城的时候搞这种动态清零的时候，有很多过去非常支持共产党的人也要反，包括像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的老婆不是也在网上抱怨说，这个他连药都拿不到什么之类的。就是之前他没有被共产党迫害的时候，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共产党对他很好，然后这个国家在往前发展。很多问题的话，那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解决了。但是其实那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是因为制度中没有自由民主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哪个政策制定错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呢，他之所以就是说后来从对共产党非常的信任，然后呢对共产党甚至非常的喜欢，到最后开始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些共产党的迫害，然后呢他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其实共产党他迫害人呢，就是这个当时你们知道那个林彪跟毛泽东之间不是有一次这个就最后这个冲突，然后最后林彪就是共产党叫叛逃了就是摔死在温都尔汗。林彪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什么意思呢？就是共产党他每次打击的时候，他都打击一小撮人。比如说反右的时候打击5%，然后这个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打击5%或1%、2%。每次的话你都觉得打击了一小批，你都觉得没有打击到你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做的好像是有道理吧，至少我不太理解，但是我想他肯定有他的原因。但是呢，每一次打击这么一小波人加在一块儿的话，就是一大批。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宋美龄讲过这样的话，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的人加在一块儿的话，超过中国总人口的1半以上。
每次打了5%，他搞了10次、20次的话，就达到50%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的觉醒，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这个迫害中觉醒的，就是他突然之间发现是这么一回事儿。你要说我自己的话，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上大学的时候，1989年，当时到北京读大学，我是在外边一个城市，小城市，东北一个小城市到北京去读大学。那年刚刚发生6·4嘛，就是天安门屠杀。那时候我对那个天安门屠杀是非常气愤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有16岁，然后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我们在大学里边的话，就是有1个星期的时间，叫做动乱教育，就完全不上课，1个礼拜的时间看共产党洗脑的片子。1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是完全被洗脑了，就是当时89年6月4号的时候开始屠杀嘛，我9月份到北京上大学，这1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被他洗脑洗过去了。然后的话就觉得共产党这个虽然杀人不好，但他有他的原因，因为如果不杀人的话，就怎么样，就你完全接受他那一套说辞。然后再后来的话，就经济发展，92年邓小平南巡，然后中国经济发展，就一直觉得好像这个社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感受不到，就是那些就是被迫害的人，他们的呼声、他们的泪水，我是看不到，我也听不到的。后来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因为我本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什么样，我在法轮功的书籍里边的话，我是看到的。结果我发现共产党在撒谎，就是他把法轮功里面讲的东西完全是反过来讲，就法轮功明明是这样说的，他非得要说成是反的。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被骗了，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这个国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和这样的政府和解，对，没有办法和这样的共产党和解。然后后来我在2000年的时候，1999年镇压法轮功，到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留学之后的话，我就开始打开很多的网站，因为在中国大陆都是被封锁的嘛。看到很多共产党过去做的坏事，这些资讯慢慢就让我把共产党给我灌输那套东西就慢慢就排掉了。很多过去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共产党宣传的，就像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理所当然的事情，慢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边，慢慢能够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啊，我觉得我们在这儿的话，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去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大家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听一听我们讲的东西是不是有值得采纳或者是值得思考的部分。这就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真的啊，就是我们也不怕大家来攻击我们，但有特别小粉红，如果你是本着这个昧着良心这样来骂，但心里还是觉得张老师你说的真对，那我觉得我们也还蛮宽慰的，就是我知道那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要来反对，但你心里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想到台湾，我也想到美国，这真的就是如此。其实对台湾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认知战没有很难，你说以美跟仇美。其实我就是说，今天如果台湾海峡出现美国的军舰，出现澳洲、日本的军舰，跟出现俄罗斯跟中共的军舰，哪一个会让你害怕？这其实不就是你的本能反应吗？谁会看到俄罗斯跟中共军舰，然后挥旗说“欢迎”？不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当然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随着中共它经济的发展之后，它拿那些钱来做不良善的方式我觉得更会造成我们这样台湾内部民主的脆弱。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到民主的韧性，表示民主就是脆弱，所以才要谈韧性。民主不会自己变得坚韧，民主它要走下去就必须有一群就抱有民主信仰的人民。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民来建构这个民主的长城，我觉得是没有用我想我们节目后者脸皮说，包含我们这个张老师的这些我们的天亮10分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知识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这个天亮10分的我们张天亮老师特别拨空，让我们在美国可以来采访他，那第一手得到这些资讯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锁定老师的频道，因为我觉得老师作为一个学者，我必须说了，有谈中国的一些议题，其实他是更到位的，更了解这些内容。那当然，就我们身为在台湾的一个节目来讲，我们也许本身并没有直接像我来讲在中国这样的一些生活，不过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邀请到更多的这些相对的我们同样的一些信仰跟价值的一些伙伴在一起。我觉得能主持这样的节目，我自己也觉得还蛮骄傲，都可以第一手接受这些大师的一些熏陶。那我想我们一
起努力。我们也希望喜欢政经的朋友也可以来支持我们天亮时分。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在做相对的这些题目的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就再次感谢张天亮老师，谢谢张老师，感谢大家的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转传、订阅、按赞、分享，也欢迎大家留言。那再次感谢老师，谢谢，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老师，感谢您，谢谢，特别谢谢老师。各位政经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这个美中台三方非常的热闹哦，我们蔡英文总统呢？到中南美洲的邦交去访问哦，同时也过境美国，而且会晤了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同时呢，马英九我们前总统也到中国去做一些访问哦。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有许多大家在检视哦，他这过程当中是否可以为两岸的部分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跟变化，或者是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统战样板哦。所以让我们这个不得不来思考一下这个美中台三方未来的一些发展到底怎么去走。当然中共会不会因为蔡英文总统这个会晤了众议院的议长之后，会加大对台湾文攻武吓的一些施压？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好好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我们两位来宾，好好来跟我们评论一下今天这个题目。首先邀请的是政大国关中心的我们的资深的研究员，我们宋国成教授。申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接着我们邀请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张国成教授。张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我们接着一开始就请教一下宋国成老师哦，因为一开始马英九要去中国的时候，中国当然说是要把它当作元首级的接待啊，当然之后看起来就派一个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待，那个所谓的红毯啊，希望有一些对等的这些尊严的这些拜访，我们看起来是没有，甚至有人说连坐黑头车都没有，就是箱型车。有点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有点被侮辱哦。当然有人的另外说法说没有啦，这个看美国的相对应的一个对应哦。美国如果今天层级更高的话，也会拉高来对马英九的接待的层级哦。不过我们看起来结果好像也不是如此哦。那主要的部分是在这一次马英九前往中国。他有许多的一些行为当大家有点争议马总统这一次到中国的这些访问，到底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是不是我们请教一下国成老师？好的，首先我认为马前总统这个访中的这个行程，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认同的迷航之旅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扭曲之旅首先我们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规格的问题那么在国际关系上面呢，我们讲规格它不同于这个宾主之间这个送往迎来的这样的一种交往的仪式因为这个国际政治上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元首级的之间的一个赴访这个访问本身在规格上本身是具有很浓厚很高的一个政治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首先从规格上来讲，我觉得这是马先的一个访中有3个层次的规格可以来探讨那么第一个规格呢是叫做接待的规格你看那个派出了这个副部级的来接机然后坐的那个车子坦白讲连这个旅行团的各个层次都不够那么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接待的一个规格本身，甚至是比这个香港特首的地位都还要低一级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而且马先又认为，就是说我客随主便那么那当然人家就随随便便了所以我觉得说，在第一个层次上，就是关于对于马先的一个接待的规格上面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降级这不是去刻意去淡化什么政治色彩或者是说把它当作是一种祭祖之旅这很明显的就是先降低你这个接待的一个规格，同时把你贬低你的这个身份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坦白的说，马先他不可能是纯粹用个人的身份去大陆这就如同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他如果出去的话，他也不可能用奥巴马先生的这种个人的身份去出访还有就是你这个祭祖那个祭祖本身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祭祖嘛，因为祭祖2、3天来回定点来回就行了嘛实际上你这个行程里面还包裹了很多的一个其实就是安排了一些
统战景点了啊，讲白了就是统战景点来让你参观啊，所以不免给人家有一种怀疑，就是你到底是祭祖先还是祭祖国啊？所以从这个接待规格上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次的一个降格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在政治学上里面有一个叫做身份政治学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基于这个民族文化、种族还有宗教等等的因素能够凝聚成一个群体本身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同的这样的一个聚合体啊，一个群体那么国家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认同政治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这个也不称呼马先生为所谓的马前总统啊。那么马先自己本身也说，对于曾经做过这个这个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总统的一个地位。那这个是一方面又是马先自己本身的自降自己的，我们讲第二个层次叫做身份的一个降格，身份的一个规格，自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的规格啊。而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是降低你的接待规格，其实就是要去抹除你的身份的地位，抹除你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前总统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就是我刚刚又讲到，就是说是马先出访绝对不是一个私人纯粹的出访，它是带有一个前国家元首的这样的一种国家的象征的身份来出访所以接下来你就说从接待规格的降级，然后对于你的一个身份规格的再降级。最后达到什么东西？就是对台湾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家人格的降级嘛所以你从接待规格的降级，从身份的一个地位的降级，然后最后到了就是你的国家地位的一个降级。所以你看这样一连串层次下来，所以我会说它真的是一个国家认同的迷航之旅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还在讲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要问大家，就是说中华民国还在不在？在在台湾嘛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在什么地方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呀然后你说你要瞻仰这个国父过去的这个史迹那么保存了国父的史料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呢？在国父纪念馆呀所以所有真真实实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存在。结果被你马英九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这个所谓的中国近代史的遗址博物馆这个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之所在地现在把它改成什么东西？改成遗址遗址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一种作为古物的中华民国呀所以这个你把一个真真实实存在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把它带到中山陵，把它带到这个遗址博物馆里面，那你就等于是说让人家把你中华民国当做是一个什么东西？当做是一个昔日的光辉嘛，风中的尘埃嘛，或者是一种风化的标本嘛，或者是一种逝去的过去的一个历史的记忆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说中共的统战它的一个最这个巧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让你马先去瞻仰一个逝去的过去的一个存在其实是要让你或者是台湾人体认一个消失的当下。什么叫消失的当下？就是一个消失的中华民国嘛所以我就是说，今天就是说，无论是通过这个接待规格的降级然后的身份地位的降级，最后达到了对你国家人格的降级然后呢，马英九你自己本身又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接待非常的满意，而且还说超乎预期，那么就最终达到一个什么东西？把中华民国虚无化、标本化把它风干化像一个被钉在墙上的一个标本，或者是说一个供人家这个悼念、缅怀和追思的一个虚无的存在体那么我觉得这最后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就作为中共统战的一个高级样板，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矮化中华民国的一个结果。其实老师刚刚提到，每次谈到这都很感触基本上中共并没有必须对等的来尊重这边2300万人拥有主权的这个事实这好像就是我们在谈这个议题里面非常诡异的事所以老师用迷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解读那接着我们再请教一下张国成老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次马英九这个名为祭祖
这听起来这个当然这个要尽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要慎终追远，要去寻根哦。那这同时的部分他也邀请了许多的一些年轻人做一些参访，他当然认为说两岸的青年相互的认识可以减少彼此的一些冲突当然这个话术说来都非常的漂亮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大家就很担心说，但他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所谓的统战的这个所谓的手段我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他特别在整个政策上的部分也加大了一些鼓励青年学子去中国念书的这些因素老师您本身也在学校教书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老师怎么来看待中共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的台湾青年相互一些拉拢的一些统战的手段？我想这个对于台湾青年的统战，这个中国已经持续很久了。那现在来讲，就包括了入学的优待，然后所谓的就业创业这些提供特殊的这种支持的措施那先讲就学，其实在过去台湾的学生要进中国的这个重点大学并没有很困难，因为他录取的标准不相同他也不用考这个中国的高考试题那纯粹是从这个台湾的学测成绩去进行申请。那申请那当然中间来讲就有很多弹性的空间而且名额也是外加的所以台湾的学生如果能够进北大、清华这些，其实也并不见得意味着说他们的程度就一定是很好，还有很多特殊的考量。当然也不是他们程度一定就不好了而是关于台生就是包括入学条件、入学门槛，然后毕业的分数线，这些都跟中国本地的学生其实是分开处理的啦。那当然呢，这重点就是在于希望能够让这个台生拿一个漂亮的中国的学历，特别是现在中国的主要大学在国际间的排名也逐渐的在上升很多已经这个远远超过台湾所以也希望他们就是拿了这个学历之后回到台湾，可以这个弥补说他在台湾没有进台湾的前几名的大学的这种去遗憾所以我认为说这些其实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个当然这些统战都是在进行当中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办法真的引起台湾青年的这种认同的改变我认为其实是也未必，因为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都意识到说拿了中国的学历回台湾发展其实并没有像一般想象的这么好台湾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机构包括公民机构其实还是最在意台湾的前几名的大学的学生，是事实了这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公道的，因为人其实不是只有看学历要看能力的但是总的来看就是中国的这种用学历作为这种吸引的条件其实对于学生回台湾来讲影响并不大。那至于说留在中国发展那中国本身其实竞争也非常激烈你就算拿了中国本科的学历，但是你出生于台湾那是不是能够在当地得到当地企业的青睐这点就我们目前的观察也不一定。所以我想这些对台湾青年的这些统战还是这个中国当然尽力在做，但是我认为对台湾的社会对青年自己本身的影响有限，但是对那些青年以外的人就很容易拿来作为说中国对台湾多好多重要发展条件多大这些这些旁边的人敲边鼓的这种很重要的这种诉求或者是说法，我想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我想我们刚刚国成老师所谈到这个对青年学子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渗透，但我想也再请教两位老师特别我想再询问一下宋国成老师，就我们请教一下宋老师这次当你看到了除了对于青年学子的渗透以外，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它非常的明显的部分，也对于中共的国军不断的松动。其实台湾在之前发生许多的一些共军的间谍案，让我们非常的心疼这个过去认为军中在这个使命的养成里面是最忠贞忠诚的部分但恰巧却会是被中共渗透，也是一个非常频繁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许多退役将领，甚至依着黄埔建校99年，然后被这个邀请，然后要组团去那边一起来庆贺，这才是令人摇头所以这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呢？我对于这个台湾的所谓的退将这么一连串的一种舔共
和这个亲共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我应该在这里给予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啊。所谓最严厉的批判，就是说我主要基于2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啊，基本上这些退将啊是领着中华民国的国民所缴纳的税，给你这个退休的一个退休俸，乃至于其他的这个优惠的待遇等等的。你领着这个国民给你的退休俸，你做的呢确实是舔共、跪共这个亲共这样的一个作为啊。我觉得在良心上说真的是一件过不去的事情，也对不起台湾2300万的同胞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看，就是说这些所谓的退将啊，过去就是将领在还没有退休之前，你想想看他在我们的部队训练、教育、领导我们的官兵啊。今天我们的官兵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啊？习日的长官今天都跑去这个亲共舔共了那么当年你是怎么样带领这个国军？甚至我要更尖锐的问，那我们的国军在你这种降将叛将的这个领导之下，还能够打仗吗？甚至对于军心士气本身的打击是难以想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军的这个官兵会看着就习日的长官是如此这样一个作为那他都可以去大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或者是我们也应该是比照这些习日向他敬礼的长官到大陆去所以就说，与其你说是退将，我不如说其实就是叛将、降将而不是我们真正我们所尊敬的一个国军的将领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还有就是说，去大陆的各种借口各种说法本身基本上都是荒诞不经的你譬如说用这个黄埔这个什么同心会黄埔同学会等等这些东西，我请问你们这些退将，你们呢有没有什么资格来跟这些这个黄埔军校称作所谓的同学我坦白讲，你的学长黄埔军校真正的正牌的一个学长大部分就是为国捐躯了就等于就是为了国家献出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你有什么资格和他们并驾齐驱？你有什么脸可以说你是叫做黄埔同学，或者是黄埔同学会的成员所以打着黄埔这个军校同学的这样一个旗帜做了干的都是中共统战里的勾当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做说你无知是一种最不可原谅的罪恶。如果你是故意无知的话，那更是不可原谅的罪恶所以我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想给台湾民众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观念就是交流这个概念因为不论这些黄埔的无论这些所谓的退将或者是国民党当局都认为就是说交流总比交恶好嘛然后这个对话总比这个对抗好等等的。我请问你带几个大学生到大陆去跟大陆的大学生聊聊天，这个叫交流吗？那么去参观几个所谓的景点这个也叫做交流吗？去跟他们的这个长官他们的共产党党员坐那个高铁，这个也叫交流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个交流本身是可以带来和平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天真。我在讲和平是什么意思？和平是至少要2个国家或者2个政府通过一个正当的仪式签署这个和平协议来达成一种双方和平的共识，甚至有时候还要国际组织或者是第三国家来做一个见证的一个效果，这个才叫做和平如果说带几个大学生到那边去聊聊天坐高铁参观几个景点，就叫做交流，而这种交流就能够给台湾带来和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天真而且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我今天我要力劝这些领着我们国民给你的退休金的这些所谓的退将们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摸摸你们的良心，你是不是对得起国家？你是不是对得起曾经你领导你的领袖？你是不是对得起全台湾的2300万同胞我认为你应该要选来勒马要立刻停止这种媚共这个亲共的这样的一种呼应中共统战的一种投降的行为。是我们谢谢宋国成老师接着我想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张国成老师老师怎么看待这些退将抱着黄埔精神一起要组团纠团到中国参访的这个看法呢？我想黄埔这个是100%的统战因为第一个黄埔军校本身来讲，它是一个苏联援建的系统那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国共合作最具体的痕迹嘛。那周恩来当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然后黄埔里面出来许多的这个毕业生，后来也都在中共方面这个
扮演了非常巨大的角色。倒是国民政府这边其实很多我们熟知的抗日名将啊，这些知名的人士都不是黄埔毕业的啊。譬如说，蒋中正自己当然不是黄埔毕业的，何应钦也不是黄埔毕业的啊，陈诚也不是黄埔毕业的。所以换句话说，黄埔其实对中共来讲，它的影响更大。那说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推翻了中华民国的统治，我认为这不过分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其他国家的话，黄埔应该是一个相对不是这么光荣的标记才对嘛。对中国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来讲，那这当然他还是要以此为荣，这个我就有点觉得说搞不太清楚，因为纯粹就抗日来讲，很多人其实是童玉祥这个张宗昌像大家知道最熟悉的张治中将军，他就跟黄埔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这个马英九还特别要去纪念他，其实他跟黄埔没有什么关系。黄埔真的就是一个苏联援建的一个革命团体那站在中华民国来讲，如果要真的反省体察以前被中共赶出大陆的这个问题的话现在还在纪念黄埔，这在其他国家来讲是很难相信的不过他们既然要纪念，也就这样纪念了。第二个就是说，中共包括台湾这边一直强调说黄埔精神，其实跟空军、海军来讲，黄埔有什么关系呢？黄埔是陆军这个中华民国空军、中华民国海军其实另外有另外的系统跟陆军为主，黄埔也没有关系。硬要扯黄埔老实说，这个就是真正中了中共统战的伎俩因为我刚才讲，第一个，他抗日的人绝大多数重要的人物其实不见得跟黄埔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黄埔培养出来作为中华民国敌人的人也蛮多的所以这个大家讲，当然台湾人是很难接受，海内外的人其实都很难接受。但是我认为，黄埔既然已经被中共充分的染红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强调这个黄埔的精神就要格外的注意不要让中共有办法利用。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台湾朝野对这个自觉并不高了所以这个我想马英九去这次呢，这个我想也是为以后这个黄埔的活动黄埔的这些人前往中国也是开了一个大门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人说可以就是说他的官比马英九大吧，对不对？比总统还大的人没有那总统都可以去，我们这些官比较小的人会不会去呢？那你说掌握机密，那这个总统掌握机密还会比我们少吗？他都可以去，我们都可以去。所以我想，接下来黄埔作为这个中共统战的一个工具这个名号其实这个将来一定会更加的频繁，而且会更加的密集。那而且呢，对台湾来讲，很多黄埔的校友这个说什么要回去参加校友会，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这因为他们很多人根本也没有在那边念过书也没有在那边这个毕业然后就对这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有这么高的这种精神我想这个在台湾或者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讲，看起来都还蛮奇怪的不过这一点我觉得目前来讲海峡因为两岸因为语文相同这个言语相同，所以像这些共同的历史遗迹我们就要格外注意要有本身台湾自己的主体性的论述不要被这个中共所影响所利用。那我想接着这一次大家非常关注的部分，大概也就是我们蔡总统跟美国的这些许多的高官许多的民意代表来做一些会面，而且是跨党派的部分特别是对于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的会面我觉得这有更多的一些建树，这也象征台美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固那大家就在谈到中共在这一次会不会做更高的一些动作，来对于这个美国或者对于台湾来做一些施压，不管在外交上或者是在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些做法。所以老师怎么看待这部分后续有可能产生的这些三方的一些改变跟变化，跟国际情势相对应的一些可能的调整我认为这次蔡麦的一个会晤呢，我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什么叫做天时天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美中关系已经到现在处于一个等于怎么样最糟糕的一个冰点历史的一个冰点的一个地步而相对的美台关系本身是处于从断交以来一个最友好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McCarthy 是美国政坛上的第3号人物而且我要特别强调，我们常讲说美国的联邦政府其实它包括了3个部分，一个是白宫的行政部门，一个是最高法院，一个就是国会
而这次的国会呢是史无前例的是，这个不仅是参众两院，而且在众院当中里面的跨党派达到了一个反共挺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历史共识的高度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天时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美中之间处于一个最坏的情况，而美台之间却处于一个最好的情况，在这个一好一坏的情况之下的话，达到一个最为天时这样的一个时机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地利呢？地利意思是说，双方的会面选择是个雷根纪念的图书馆你知道雷根总统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具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所这个坚持的这个自由民主的理念，稀释的就是所谓美国人民共享的或者是传承下来的理念我们用所谓的美国精神，就是 American Spirit 这样的观念来形容都不为过所以特别注意Kevin McCarthy 在谈话当中强调一点他说在这个地方就是雷根的图书馆这个美国人所共享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台湾这个 American Spirit 跟台湾一个 Solid Island 一个所谓的坚韧之岛之间的一个连结就是一种民主共享的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而这个纽带当中里面，蔡英文总统本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能力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地利的意思就是说选择这样一个地点来双方的会面，而且也这个聚集了那么纠集了这个17位的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跨党派议员所以我认为在地理上来讲，场合上来讲，也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意义。最后就是人和，什么叫人和呢？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基本上这个蔡总统是采取一个在非官方形式之下一个最顶级的一个规格来过境美国不过就是说，在美国的民意表现上的一种热烈拥护的一个程度，还有就是众院里面跨党派议员本身的那种高度的一个支持，就光是从他的热情和他的这样的一个会面的意愿，以及表达出来一种非常尊敬非常崇高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向往和肯定，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到达了一个人和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怎么样两赢一输的一个历史会面，美台双赢，但是中共一输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想老师这个部分的解释可以让我们大家理解，但台美之间未来的这个邦谊当然会更为稳固中共面对这个所谓的蔡英文反美的部分做了非常多的动作，所以我们接着就请教一下张国成老师。在这一次来说，我们看起来他们为了反制蔡英文，阻挠蔡英文去跟美国的重要的官员会面除了这个文攻武吓以外，包含还有一些所谓随行的走路工就据说不管从$200、$400，然后邀请他们去到处抗议蔡英文那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走路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中共打压台湾所花的力气跟资源来讲，那不稀奇当然可能也没有确实证据，但是如果说呢要花钱买广告还是雇一些人来进行抗议，我想对中共的手法熟悉的人应该都不会感到意外那至于说像这个巡查其实它是要凸显说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所以来往于海峡两岸的商船呢都是中国的内海航行都应该接受中国的治安机关进行稽查。我想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凸显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来往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台湾的船也是中国船，所以它可以自由的进行检查我想这个他的这种主意呢，其实酝酿已久了那这次只是就找个机会拿出来。其实就算没有蔡英文访中他这种把台湾问题内政化这个两岸内国化的作为，我相信也是一直都在进行的什么这个到底跟蔡英文访不访，其实我觉得关系不大。他就算不访把台湾问题内政化，从以前的什么航路啦这个证件来往条件疫苗认证这些多如牛毛了所以这倒也不必感到意外。重点就是说他这种巡查，第一个我认为国际间大概不会因为说他这样的巡查是有道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台湾这边的其实这个每天来往两岸之间的商船也非常多了那这个很多也不是插这个两岸的这个国旗是属于权益船，所以他要这样去巡查，其实对整身中国自己的对外贸易也会形成干扰我认为重点还是在于对影响台湾的人心就是台湾的人心呢，目前来讲因为选举
这个离2024呢也越来越近。那从2022年的经验呢，其实中国意识到说采取这些激烈的动作比如说军演这个飞弹试射啦等等对于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他们现在认为是有效的，而且会非常有效所以接下来这样的行为也还会逐渐的进行，然后逐渐的提升希望说多少影响一下台湾的选举那这个所以说台湾如果自己让中国觉得说中国的这些行为会影响台湾的自己的政治选择的话，那这些行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重点除了中国本身的这种不理性，然后想要统一台湾的这种意愿我们要深切的谴责之外呢，最重要就是台湾自己如果展现到很容易被人家所影响那当然这个就不要怪说这些影响的举动会越来越多了。我们谢谢今天2位国成老师带来我们很清楚的这些分享因为也让我们知道这段期间整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些情势的一些变化，特别蔡英文总统到美国的这一趟访问我们认为这有助于让中美之间这些对抗的这些过程可以更为清楚因为过去美中之间他们自己一直觉得好像战略模糊，但因为整个蔡英文的到访之后，美中之间我认为在对抗角力的部分越来越清楚，台湾跟美国之间我想未来的这些合作一定会更加的紧密，就像刚刚国成老师所说的这当然会让我们彼此之间台湾重新在自己的定位上面来讲可以在内部的部分可以凝聚更多一些共识，但相较的中共也会无所不用其极，再用更大的力道来做影响这我想我们在节目当中未来都会持续来做这个相关议题的关注。那就再次感谢2位老师的这些分享，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转传、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洪林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